各位朋友好，我是长工。今天我们来谈谈那一只掉了头发的八色鸟。这只鸟啊，最近很多人对它非常的有感觉啊，说这只鸟它为了御除辛劳，把头发都搞掉了，这个是很令人佩服的。这当然是以我们人类的立场来看啊，颇能感同身受，这也是个好事哈。那我原先是认为，这只鸟掉了头发的这只鸟应该是幼鸟。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雏鸟变幼鸟啊，它很多头上是不太有头发的。在野外繁殖的鸟啊，它为了要御寒，所以一破壳出来以后，它就是因为在蛋里面，它就已经长了绒毛啊，然后干了以后就看起来毛茸茸的，很可爱。那些鸟，这个是为了要御寒啊，在野外，你如果是在树洞里面或者是在屋檐下，它受到保护的那一种鸟，它繁殖它就不会长绒毛，不会长得一身都毛茸茸的毛啊。像在树洞里面的，它就会先长翅膀上的羽毛，然后等它离巢的时候，它就能飞了。而这种在野外、在地上、在开阔的地方，出生的这些小鸟，它必须要保温。那这些绒毛，到时候它要替换，要换成这个成鸟的真正的羽毛啊。那在这个换的过程中啊，全身的羽毛的更换呢，不是一下全部完成，它是有先后的啊，然后是陆续的。我们看它那个一般的羽毛在换的时候啊，里面的真正的羽毛开始长了以后，那个外面的绒毛在慢慢掉，所以它有这种掺着的啊，就是有羽毛有绒毛这种过渡期的这种现象。那有一些鸟，它在从绒毛换成羽毛的这个过程中啊，它的头部是比较慢换啊。前2天呢，试图在我这个档案里面去找啊，只找到一些啊，起码像环景雉它这个刚长的时候，它头上的羽毛也是不太全的，像那个黑冬啊，喜鹊好像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我现在越看越觉得这个可能是繁殖羽非繁殖羽的转换，可能不是雏鸟绒毛的转换。那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黑嘴鸥。黑嘴鸥，它头上是黑色的，眼睛边上是白的啊，它很特别，头跟身体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黑嘴鸥啊，有一次2007年，我跟王老师到盘锦，大陆辽宁的盘锦去拍黑嘴鸥。有一次在路边啊，旁边有一个小溪，在路边看到一只鸟，一只雏鸟啊，它的头上没什么毛，只有少数的毛，而且是卷卷的，大部分都是光秃秃的，
身体是有毛。当时我们觉得说，哎，这个鸟是不是生病了？然后这么奇怪呀、怎么头上没毛，其实身体就有毛啊？后来第二天呢，我们到黑嘴鸥的繁殖地盘锦这个双台河口那个黑嘴鸥的繁殖地啊，当时全世界差不多8000只的黑嘴鸥，盘锦就有6000只，它数量算是相当多的。那它是一个保护区，那有人带才能进去啊。那我们进去，赶快，因为那时候都在繁殖期嘛，有很多巢啊，很多的鸟啊，然后我们赶快找到一个想要拍的那一巢，然后就在后面啊，大概20-30米的地方架那个伪装帐，因为它那个一定要有伪帐，不然它不会下来啊。然后就在那里拍，那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巢了，对着它，所以那个很容易拍。你只要看着，哎，下来你就猛按，就可以拍到很多那种啊。下来拍一只很漂亮，就是2个翅膀都扬起来，那不是起飞，那是下降。下来的时候，这个翅膀张着啊。那拍着啊。有一只雏鸟走到我的尾帐的前面，从旁边走过去。我那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不晓得怎么办好啊。有一只这样走过去，它也有一点这个问题啊，头发上有一点。后来拍到接近中午的时候，王老师打电话来，他说：“你赶快过来呀、这里有好多雏鸟啊！”我就赶快过去，果然那个水边呐、一群的那黑嘴鸥的幼鸟雏鸟，有的比较大一点，有小一点，快步走冲过来，就一群的这样冲过来，那时候当然是非常兴奋啦，可是因为光线顶光太强，而且又有距离，有那个扰流，所以拍起来会打折扣啊。那这一大群的里面大部分稍微大只一点的，它头发多一点；小一点的头发少一点，所以那个头上没有换羽这个情况是普遍的，是以黑嘴鸥来讲，它是有这种现象。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拔舌鸟掉头发，我就想说，是不是这个是幼鸟刚长大，它头部的头部的那个绒毛正要换还没换的情况，可是后来就被一张照片打败了。它在喂雏鸟，那显然它就是成鸟，所以现在这种就是一个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换羽换羽可以说是有3个部分，3个方面。第一种换羽就是这个绒毛脱掉变成羽毛，这种换羽就是小鸟的时候开始是为了保暖嘛，然后稍微长大了以后就要换成真正的羽毛这个时候换羽。第二种换羽就是冬羽、夏羽，有繁殖羽、非繁殖羽夏羽就是繁殖羽冬羽就是非繁殖羽。它这个繁殖羽呢，是为了繁殖的时候求偶方便，所以把它的那个色泽变得比较艳丽有的鸟像林鸟在森林里面，它
这个因为里面的颜色非常的丰富树蕊里面的颜色非常丰富，所以它这个羽毛的颜色更换不是那么明显所以他们那时候很多都是会用什么跳舞、唱歌，用这一类的一个形式来求偶那他们羽色变化不大，有的稍微鲜艳一点，有的稍微暗一点，这样的差异而已第三种幻羽就是飞行羽、飞羽就是我们翅膀的最外面那个是初级飞羽，再进来一点是次级飞羽这个飞羽因为是飞行用的，用久了以后它会折损，会老旧会不够密飞行会有影响，所以要换。那换这个飞羽的有的是逐渐换，就先换1、2根，换好再换1、2根像我们常拍，有时候拍那个猛禽天上飞啪，怎么翅膀少了1根呢、2根呢，或者是有折断呢那个就是要换羽。这种换羽是在换羽期间它还是能够飞行另外一种换羽是这个初级飞羽一次全部换，一次全部换它就不能飞了那个飞行主要就是靠那个外面最长那几根羽毛结果一下全部脱落以后它就不能飞了，所以这种换羽的方式是那个雁鸭科的，那它换羽的时候都会躲起来，跑到人迹罕见的地方躲起来，等到长好羽毛以后再出来。那这个以前只听，后来我看了一个影集这个 MOD 有一个叫做《零下生活》这个影集，是讲在阿拉斯加生活的几个个人或家庭描述他们的生活，这个也蛮有趣的。有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家庭，他们就开船出去，找到那个湿地那个湿地就是有水有地有草那种湿地一大片的湿地，然后他们带了好几根的长棍子，木棍然后一人拿1根棍子，然后往前面去找那个鸭子，因为那个鸭子它换羽它不会飞，所以他看到以后开始追打，用木棍打，所以没有多久就打了3、5只的鸭子了就可以带回去吃。因为住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会晓得那里有什么样的资源，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那个就是很活生生的，就是让晓得说有些鸟它换羽是这样换的鸳鸯也是它在换羽的时候就是躲起来了，你看不到它等到羽毛换好以后，它才会活跃起来这是换羽。那显然这只掉头发的这个八色鸟它就是在换羽。这个是一个繁殖羽跟非繁殖羽的换羽。我们一般看到黑面琵鹭，我们是很常见它的繁殖羽胸前、头上金黄色的，那平常都是白色的然后这个羽冠以前平常是没有羽冠的这繁殖羽的时候，它才会长长长的金黄色的这个羽毛。如果是亚成或者是还不太成熟的鸟，它也会长，可是它是白色的这种换羽等它繁殖期过了以后，就会脱落，就会掉了以后，它会重新长回
那个冬雨啊，非凡之雨。它这个过程中啊，不会变秃头，不会说哇一下全部掉光了，这个都掉光了，然后再慢慢长，不会，它是渐渐的啊。这个八色鸟可能是它的繁育，它主要是换头上的这个头发，啊，头上的羽毛，所以它就会掉了以后，然后很快又长出来，啊，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啊，并不是这个它操劳过度啊，如果是操劳过度啊，用脑过多才会，它不会用脑过多。它操劳的话，如果是操劳的话，应该就是羽毛啊会比较乱比较脏乱然后色泽会比较没有色泽啊，这种就是有点过度劳累的那种情况。它这个不是，它是繁殖羽要转成非繁殖羽。那又有人拍到说，他掉了发了，还去衔那个草采，这就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是不是他打算再生一窝？这繁殖季有的鸟它一个繁殖季，它不只生一次啊。像那个小屁弟，它就好几次啊。这一窝长大了，那个小鸟可以独立了，它又交配又再生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时间有的很长啊。小屁弟尤其是留在台湾的留鸟，你都长期拍，超过半年以上的时间，它都在繁殖。那这个八色鸟，它会不会生养第二胎啊？这是需要观察的啊，可以好好的观察。因为一般它从4月下旬呢，到9月、10月，对时间照讲还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这一次这个八色鸟秃头引起话题，大家都很感兴趣，然后就说这个鸟实在是太伟大了，为了子女把头发都搞掉了这实在是我们感同身受，大家那种感觉其实很好只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它比较真正的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正常的欢愉OK， 好谢谢各位有问题或者是你有不同的意见，欢迎你表达感谢。